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渐深，草屯的空气越来越冷，仿佛连夜风也变得沉重而不愿轻易流动。那片被传说笼罩的坟场村，隐藏在这座小镇的边缘，周围被一片葱郁的树木包围着。即便是最热闹的季节，村里的气氛也总是让人感觉到几分压抑，仿佛有某种无法言说的力量悄然笼罩着一切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今晚，小李与他的两位朋友阿杰和小张站在村口，打量着面前那条看似普通的道路。小李的嘴角扬起一抹不以为然的笑，就这，不过是个传说中的废弃村落，哪有那么可怕？阿杰皱了皱眉，说是这么说，谁知道夜里会不会有点不对劲？我听说坟场村的迷雾特别大，连手机信号都没，你是不是怕了？小李笑了笑，拿起手中的手电照亮前方，摇头轻轻道，不要告诉我你真的信这些鬼故事。小张虽然没有说话，但脸上的犹豫与不安显而易见。他环顾四周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气，远处的树影在月光下扭曲成怪异的形状，仿佛随时都会有不明的东西跳出来。三个人的脚步声在静寂的道路上回响，空旷的四周没有任何声气，偶尔有一只乌鸦在远处的树梢低声呜叫，打破这片沉寂，但那声音又迅速消失，仿佛并未存在过。我们是不是该再想想？阿杰停下了脚步，眼中闪过一丝紧张。这地方可真够怪的，尤其是他指了指道路两旁的坟墓，每一块墓碑都显得很古老，有点让人不舒服。别担心，没人敢来这里，不然就轮到你们害怕了。小李大笑着拍了拍阿杰的肩膀，不过好像确实有些阴森，传说中的迷雾来得太准了。来，大家来个勇气挑战。他们继续向前，月光被云层遮掩，天空一片灰暗，逐渐进入了村庄的边缘。迷雾开始蔓延而来，像是有意识的在吞噬周围的景象。气温骤降，空气中传来一种潮湿腐败的气味，让人感到胸口沉重。小张微微颤抖着握紧了手电筒，低声说，感觉怪怪的，这里像是被遗弃的地方，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。小张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小李回头看了一眼他来，带着我的勇气，你就能应对这片黑暗。然而，小李的话音刚落，忽然有一阵冷风吹过，吹得三人不自觉地颤了颤。那股风仿佛并非来自四面八方，而是从坟场深处突然涌出，带着一种淡淡的腐臭味。这风怎么有点不对劲？阿杰猛地转头，但四周依旧静悄悄的，唯一能听见的只有他们脚步的回响。他们穿过一片稀疏的树木，来到了村中的一条小巷。巷子两旁是被荒草覆盖的老房子，门窗早已破损，房顶上堆积了岁月的灰尘。这个地方仿佛已经被遗忘很久，连最基本的生活气息都没有。小李抬头看了看四周，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，你们看，就这些，哪里有什么怪异，反而有点像个废弃的老村庄。然而随着他们一步步深入，脚步声突然变得异样的清晰，他们像是有节奏的从前方传来，像是有人在他们前面走。小李皱了皱眉，你们听到没有？有人在走路。阿杰低声道，什么？不可能吧，这地方早就荒废了，怎么会有人？小张的手电筒光照在前方的迷雾中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声音带着一丝惊恐，那边，那个地方，我看到了。小李和阿杰都转过头，顺着他指的方向，视线却被迷雾遮挡住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小张的眼神充满了惊慌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有个人影站在那里。话音未落，风突然变得急促，吹动着四周的树叶沙沙作响，犹如低语一般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紧张气息，三人的心跳瞬间加快，似乎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愈加沉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靠近他们。我说过，快离开吧。阿杰的声音带着颤抖，他开始有些动摇。我不喜欢这里，真的不喜欢。小李依旧笑着，试图掩饰内心的紧张，轻声说道，别怕，是我们想象的。但就在这时，忽然咔嚓，
一声奇异的响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，三人愣住了。他们几乎同时低头，看见了地面上一个从不知何时出现的老旧木盒，静静地躺在路中央。木盒静静地躺在湿漉漉的路面上，仿佛一块被遗弃已久的遗物。三个人的视线集体聚焦在它上面，空气似乎瞬间变得更加沉重，周围的迷雾渐渐加浓，吞噬着他们的视线，也吞噬着他们最后的一丝理智。小张，给我看看。小李走到木盒旁，试图打破空气中的紧张气氛。他蹲下身，伸手去碰那个木盒的边缘，感觉到它的表面凹凸不平，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小张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担忧，低声说：你确定要打开它吗？这里不太对劲。小李笑了笑，用一种什么都不怕的口气回应：别担心，这不过是个普通的盒子而已，你们害怕是因为你们想象多了。然而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，嘴角的笑意没能完全掩盖他内心的一丝不安。阿杰则站在稍远处，皱着眉头，用一种轻微的紧张口吻说道：我觉得我们最好别碰它，这里的东西感觉就像是有意图的，像是有人故意在引我们走进它。小李没理会阿杰的劝告，轻轻地将木盒翻开，一阵凉意扑面而来。他微微愣了一下，看到盒子里面竟然没有什么物品，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些潦草的字迹，仿佛时间已经模糊了原本的字体。小李捏着纸条的边缘，目光扫过字句，低声念道：迷失的灵魂无法回归，永远徘徊。这句话简单，却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意味。纸条上的字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常见的书法，像是经过岁月侵蚀后留下的痕迹，而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空气瞬间凝固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瞬间压在三人的胸口。你看，小张的声音低沉而不自觉地颤抖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迷失的灵魂，它是指我们吗？小李忽然有些语塞，随即甩了甩头，试图以冷静来掩饰内心的动摇。只是个普通的纸条，别想太多。然而纸条带来的不安感就无时不刻不再扩散。小李把纸条放回木盒里，试图站起身，但此时他的眼前突然一黑，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拉扯着他的意识。几秒钟后，他强迫自己恢复了清醒感，随即看到了身旁的阿杰和小张也陷入了同样的迷茫，他们的眼神变得有些涣散，像是陷入了某种深深的思绪中。小张，阿杰，小李急忙摇了摇他们，声音带着一丝不自觉的焦虑。阿杰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有些空洞，似乎没有完全回过神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些东西。小张紧紧抓住小李的手臂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眼神充满恐惧。你们没听到吗？有声音从那边传来。他指了指迷雾深处，仿佛那个地方充满了不明的恐怖存在。小李朝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，只有迷雾在飘动。突然，从雾气中似乎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，像是远处的某个光源在闪烁。小李皱了皱眉，心跳也跟着加速。那是什么？我不敢去看。小张下意识地拉紧了小李的袖子。不管它是什么，我们别过去。阿杰低声说道。这不对劲，这个地方似乎在改变，迷雾越来越浓，连我们的眼睛都看不清楚。小李，走吧，我们走。阿杰的语气变得急促，仿佛已经感受到了什么不对劲的气息。然而还是小李最后决定前行。别担心，可能是灯光反射。他朝前走了几步，但脚步却变得越来越迟缓，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牵引。他不知为何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无法自由地选择要走的方向。三人一步步向前，迷雾似乎不再是天然的，而是一种无形的压迫，像是有意识地在缓慢逼近他们。他们的呼吸声逐渐沉重，脚步也变得不自觉地急促，仿佛意识到了某种即将降临的危险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阿杰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恐惧。这里有问题。小李的内心开始动摇，但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。不，我们才刚到，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？他故作镇定地说。突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穿破了迷雾，刺耳而阴冷。
别走，你们永远也无法离开。这一句话就像从四面八方传来，无法确定来源。三人顿时停下脚步，寒意迅速从脊背蔓延至全身。那个声音清晰而冰冷，仿佛直接钻入了他们的耳膜。三人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，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，心跳也似乎在一瞬间停止了。小李转过身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但迷雾浓的几乎连1米之外的景象都看不清楚。谁在那里？小李大声喊道，试图保持冷静，可他自己也能感到，声音中已开始带上了不自觉的颤抖。寂静，没有回应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？阿杰的声音比之前更低沉，几乎是喃喃自语。他的眼睛不住地扫视周围，仿佛在寻找某个出口，似乎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地方的安全。小张不安地环过四周，双手紧紧攥住手电筒，指尖的青筋暴起，像是他即将爆发的恐惧。他低声说，我感觉不对，空气好像变了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的迷雾再次动了一下，仿佛有无形的力量轻轻拂过，带着一种诡异的牵引力。三人的视线瞬间集中到那片迷雾中，一道昏暗的光线从中透出，渐渐变得更加明亮。小李强迫自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但心脏却在那光芒的照射下狂跳不已。那是什么？小李几乎是低声喃语，手中的手电筒随意地照向前方。他们走进了那片迷雾中的光源，随着距离的缩短，那道光亮逐渐显现出它的真面目。一座看似遗弃的古老建筑，门窗早已破碎，墙面上布满了裂痕和岁月的痕迹。与村子里其他的房屋不同，这座建筑散发着一种古老的气息，好像凝固了时间。沉默中包裹着一种无声的警告。小张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从来没见过这座房子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？阿杰转头看向小李，这是通向什么地方吗？小李有些不确定地摇了摇头，这应该不是我们刚才的那条路。可是在迷雾中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了，感觉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迷失了。他们走进了那座建筑，门口散落着一堆杂物，仿佛有人曾经匆忙离开。小李推开门，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，似乎在警告他们不要进去。小张咽了口唾沫，紧紧跟在小李后面。你看，这些都很久没人住了，地板上有灰尘。小李自我安慰着，轻轻在地上擦了擦，试图掩盖内心的那份不安。然而，正当他们踏入屋内时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寒风猛地从背后袭来，门口的木门猛然啪的一声关上了。小张惊恐地转身，指尖僵硬地指着门，那门为什么关上了？没事，别害怕。小李试图镇定下来，声音却显得空洞。突然，他意识到屋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迫，墙壁上不规则的裂痕仿佛在对他们低语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阿杰低声问道，眼神深邃。小李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一个人正从屋子深处慢慢地靠近他们。空气变得愈加凝重，三人几乎不敢呼吸，心跳在耳畔轰鸣。每一步脚步声的接近，都让他们感到一种窒息般的恐惧。突然，一声尖锐的笑声从屋子深处传来，低沉、沙哑，像是从某个远古的角落回响过来的。那个笑声没有节奏，仿佛是刻意的，不合时宜的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快走，快走！小张的声音几乎变得尖锐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脸上写满了惊恐。不要害怕。小李下意识的回应，自己却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我们离开这里。然而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得虚弱，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再控制自己的脚步。这时，小李猛地回头，却见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门口竟然被一层厚重的迷雾包裹住，正缓缓地向他们逼近。屋内的温度骤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腐朽的味道。这里不对！阿杰开始疯狂地拉着小李的手，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这不是普通的迷雾，我们迷失了，迷失了！小张绝望地大喊，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滑落。然而，正当他们拼命朝屋外冲去时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阻止了他们的脚步。迷雾渐渐包围了整个房屋，仿佛无形的墙壁将他们锁在了这座古老的建筑中。每走一步，
脚下的地面都变得越来越沉重。迷雾中，低语声又一次传来：“你们永远也走不出去。”突然间，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在那深沉的寂静中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呼吸。迷雾依旧萦绕在四周，像一道无形的牢笼，紧紧包围着他们。小李的心跳已经快要失控，额头上的冷汗不断的滑落。他下意识地张开嘴巴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似乎被这片寂静吞噬了，连喊叫都显得异常沉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被困住了？阿杰的声音带着一丝恐慌，手指紧紧抓住身边的一根柱子，仿佛那是唯一能支撑他的东西。小李的眼睛四下扫视，寻找着任何可能的出口，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凝视，四周依旧是那片无尽的迷雾。空气中漂浮着一种腐朽的味道，仿佛整个空间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扭曲了。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，像是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从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注视着他们。我们必须走出去。小李咬紧牙关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似乎是要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但他自己也知道，内心的恐惧已经在悄悄蔓延。小张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他的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捏住衣襟，声音颤抖：“我感觉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，迷雾它在影响我们。我看到不对劲的东西。”他的话音未落，突然一道模糊的影像出现在迷雾中，迅速在他们的视线前方摇曳。那影像是一张面容苍白的脸，穿着破旧的衣物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。那张脸没有任何五官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抹去了所有特征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，空洞的像是无底的深渊。看见了吗？小张几乎是喊了出来，他的声音带着极度的惊恐。他就在那边，像是他要吞噬我们。小李猛地回头看去，但那张恐怖的面容已经消失在迷雾中，四周依然是那片无法穿透的白雾，像是一片永远也无法挣脱的死寂。小张，冷静！阿杰急忙拉住他，眼睛四处扫视，想要找寻任何可以解释这一切的线索。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恐慌，这里一定有某种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思维。然而，阿杰的话并没有带来多少安慰，反而让迷雾中的压迫感愈发强烈。小李忽然意识到，这片迷雾可能并不仅仅是自然的雾气，它像是某种古老的力量，能影响人的感知，让人看到不真实的影像，让时间与空间失去控制。这不可能，我们怎么就迷失了？小李低声自语，他已经开始怀疑，这一切是不是某种早已设下的圈套。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意识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思绪混乱不堪，仿佛每走一步，自己就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就在这时，迷雾中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，似乎有东西在悄悄逼近。小李转过头，突然看见远处的迷雾中再次浮现出那张苍白的面孔。这一次，面孔变得清晰了许多，那一双空洞的眼睛几乎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深邃而无法抵挡。他又来了！小张的声音几乎尖叫出来，他猛地抓住小李的手臂，指着那面孔：“他一直在盯着我们，快跑！”小李的心脏猛然一跳，他无法控制自己浑身的寒意蔓延，脚下的每一步都显得无比沉重。他转身朝着房屋的出口冲去，可是每一步的前进都像是在穿越一层层厚重的空气，越是想要离开，身边的迷雾就越加浓密，仿佛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个地方。突然间，迷雾中的一只苍白的手臂伸了出来，像是从虚空中凝聚而成，直接抓住了小李的肩膀。小李猛地回头，眼前是那张没有五官的面孔，离他仅有几厘米的距离。他的心脏骤然停滞，嘴唇颤抖着想喊出声，却没有声音。那张面孔微微一笑，露出一排空洞的牙齿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已经迷失在这里，再也无法回去了。”小李的脑袋轰然一震，那股极度的恐惧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他试图挣脱，但那只手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把他撕裂。“放开我！”小李拼命挣扎，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。“我不要留在这里。”然而，空气中传来的一阵低沉的笑声，仿佛来自无尽的深渊。笑声回荡在小李的耳畔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近，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在告诉他，他再也无法逃脱。
一切变得模糊不清，像是沉入了无底的黑暗。小李的呼吸急促而沉重，整个人仿佛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他的脑海一片混乱，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的界限。那只苍白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，他的身体像是被冰冷的锁链束缚，无法动弹。每一次试图挣脱，空气中就像有无形的力量压在他身上，让他愈发无法呼吸。他猛地睁大了眼睛，四周的迷雾渐渐散开，露出一片荒凉的景象。他不再处于那个幽暗的房屋内，而是站在一片无边的墓地中，周围是一座座残破的墓碑，苍白的月光洒在冰冷的石面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味道。每一座墓碑的铭文都模糊不清，仿佛时间已经将它们吞噬，抹去所有属于过去的记忆。你终于来了。那个低沉而阴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回荡在小李的耳边。小李猛地转身，眼前空无一人，但那声音似乎来自四面八方，像是无数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灵魂在低语。他的心跳几乎要跳出胸口，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你是谁？小李的声音颤抖，尽管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但他还是试图用理智来回应这一切。他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，带到某个不明的地方。我是这里的一部分，那个声音继续说道，像是从某个远古的深渊传来。你看见的这一切，都是你内心的恐惧与困惑的映射。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灵魂，曾经活过，却被遗忘在这片无尽的迷雾中。小李的身体僵硬，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周围的景象仿佛也开始扭曲。墓地中的每一座墓碑开始摇晃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拉扯着，渐渐融合成一片空无一物的黑暗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什么？小李的声音几乎是喊出来的，他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困惑。你在告诉我什么？你已不再是外人。那个声音渐渐变得清晰，像是从自己内心深处传来。你已经走进了这片土地的诅咒，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。你看到的迷雾，你听到的脚步声，都是我们从未安息的灵魂在向你诉说。忽然，小李的目光被一座特别的墓碑吸引了，他的心中一阵冰冷，因为他看到那座墓碑上赫然刻着他的名字，李明远。他的身体猛地一震，仿佛一股巨大的力量席卷而来，整个世界开始旋转，周围的景象瞬间变得模糊不清。这不可能！小李的声音充满了震惊和不信。这不可能是我，我不是死者，我还活着。你活着的身体早已在我们中间沉睡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无法逃脱的冷漠。你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被这片土地的诅咒引导，而你将成为这里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逃离。小李的心跳剧烈，整个人的意识变得愈加模糊。他仿佛看到自己逐渐融入这片黑暗，感受到身体的存在越来越微弱，周围的灵魂像无数条看不见的手，慢慢将他拉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。你是被遗忘的灵魂之一。那个声音再次低语，就像我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活过，但现在只能在这里徘徊迷失。小李不敢再听下去，他感到自己几乎要被吞噬，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虚无。他试图大声喊叫，试图挣脱那股力量，但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。周围的景象完全扭曲，他无法再看清任何东西，似乎所有的光都消失在这片黑暗中。你无法逃脱。那个声音最后一次响起，带着无尽的冷酷与讥讽。你已经进入了无尽的轮回，而这个轮回永远也不会结束。小李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座墓碑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。他的心跳骤然加速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他试图冲向远处，但每一步都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，仿佛无法离开这个地方。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迷雾中的景象开始扭曲，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，紧紧包围着他。你在看什么？小张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，带着一丝不自然的恐惧。小李转过头，却看到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像是被某种东西控制住了。你们？小李试图说些什么，但声音在嘴里停滞，仿佛被某种力量压制住了。他的喉咙变得干涩，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阿杰的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，他的眼神空洞，似乎也已经不再是他自己。
我们早就被困在这里了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充满了无奈。这里是一个无尽的循环，我们永远也逃不出去。小李的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恐惧，心脏的剧烈跳动几乎让他无法呼吸。他猛地转身，四周的迷雾变得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压迫，仿佛有无数的灵魂在其中游荡。他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保持冷静，但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他的理智。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小李低声问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回不到现实？阿杰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。你刚才看到的墓碑，他告诉了你答案。你已经被困在这里了，和我们一样，你是这片土地的另一部分，无法逃离。我们所有的灵魂都被这片迷雾吞噬，永远在这里游荡。小李的思绪瞬间回到之前的那个房屋，回想起那张苍白的面孔和那句冰冷的低语，你永远也走不出去。他开始明白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早已注定的命运。你不能逃避的。小张的声音突然变得更加尖锐，仿佛那不是他自己的声音。你会和我们一起，永远困在这片迷雾中，成为无尽循环的一部分。小李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，他的双腿开始不自觉地颤抖。此时他意识到，他的身影已经被这片土地的诅咒所吞噬，像所有曾经进入此地的灵魂一样，永远无法离开。他曾试图挣脱，曾试图寻找真相，但一切的努力都毫无意义。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成为这片恐怖土地的囚徒。小李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座墓碑，上面刻着他的名字，而他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永远不再变化的符号，镌刻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。他终于明白，所有的恐惧与挣扎只是这片诅咒之地的一部分，每一个灵魂都在这里徘徊，直至永恒。随着这一切的逐渐清晰，小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笼罩全身，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双手像沉入深海一样沉重，仿佛永远也无法浮出水面。他的思绪逐渐消散，那些原本的恐惧、怀疑、不安也被迷雾中无声的低语所吞噬，成为他无法再触及的记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心中想起的不是挣扎，而是沉寂。这片土地，无论他多么努力，终究无法逃脱。所有进入这片迷雾的人，最终都会变成其中的一部分，成为无法挣脱的轮回。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死去的，他们的灵魂都会在这里相互交织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小李的意识开始消失，他的身影逐渐模糊，最后消失在那片无尽的迷雾中。就这样，他成为了这个诅咒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回归，无法醒来，灵魂归属，无人逃脱。